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又一部硬核武侠剧央视将播，阵容非常绝。这剧有爆款剧的前置。那天看杀青特辑，龚俊穿着一身飞鱼服，站在那个暗调的光影里头，整个人的眼神吧，就不像以前那种傻白甜的样子了。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我要弄死你，但我不会告诉你的狠劲儿，眼神里头全是戏。导演给的那个特写，他那嘴角微微一抽，我就知道这剧稳了。然后我就去扒了扒这剧的资料，好家伙，真让我挖出点东西来。这剧叫《白衣公卿》，听着就挺有格调的，不是那种随便起的网文名字。央视都已经预定了，这牌面给的够足。我寻思央视这几年看上的剧，像《人世间》《狂飙》那些，哪个不是硬货？所以这剧基本就告别了那种恋爱脑的上古神仙打架，玩的是真刀真枪。你们知道现在古装剧最烦人是什么吗？就是动不动就慢动作，两个人打架跟跳舞似的，转圈圈能转5分钟。但这剧从导演到动作设计，全部都跟你说清楚了，就是拳拳到肉的打法。武术指导是绣春刀那个团队的人，据说动作设计全是按着明朝锦衣卫的真实格斗术来的。我就想，这得多疼啊！演员天天摔打，肯定浑身淤青。再说说这个阵容，简直是在跟我开玩笑。龚俊、王玉雯、聂远，就这3个名字放在一起，就已经能打一架了。聂远演的那个锦衣卫指挥使沈光礼，你看过《延禧攻略》就知道他演这种权谋戏有多稳，眼神里藏的全是算计。他跟龚俊的对手戏，一个是老狐狸，一个是要复仇的小狼，两人那个张力，光看预告片我就起鸡皮疙瘩。王玉雯这次演的不是那种傻白甜女主，是个复仇团领袖，会易容术，身手还好。我觉得编剧终于开窍了，知道观众不爱看那种天天等着男主救的女主了。他跟龚俊的关系也很有意思，不是那种一眼万年，而是我怀疑你，我也怀疑你，然后慢慢从互相试探变成并肩作战，这种感情线才真实。龚俊这次真是下血本了，他一人分饰2角，明面上是那个书生孟建清，实际上是满门被灭的叶昭。我看过他一个采访，说为了演好这2个人的区别，他会给2个角色设计不同的微表情和小动作。比如当叶昭的时候，他会不自觉地攥拳头，因为他心里有恨；当孟建清的时候，他就特别松弛，因为那是他的伪装。这种细节就是好演员和普通演员的区别。这个剧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，它不玩虚的。服化道这块完全按着明朝永乐年间的真实风貌来整。你知道飞鱼服吧？就是锦衣卫那个标志性的衣服，上面绣的飞鱼纹样都是有历史考据的。剧组专门请了历史顾问，连衣服上的纽扣样式都必须按照明朝的来。这种偏执看着就让人放心。而且这剧是实景拍摄，不是那种绿幕抠图。2025年9月在横店开机，12月30号杀青，整整拍了3个多月。现在的古装剧很多都是棚里拍的，背景全是后期合成。但白衣公卿不一样，他们真的去了一些古建筑群取景，那些青砖黛瓦，那个光影跟棚里造出来的完全不是一个质感。剧情这块我简单给你们捋一下。开头就是灭门惨案，叶昭全家被诬陷谋反，就他一个人活下来了。他为了报仇，冒名顶替孟建清，考入讲武堂，然后一步步潜入锦衣卫。但是他深入后发现，这事没那么简单，背后牵扯到应天府官员离奇死亡、前朝宝藏、权贵勾结江湖势力。
甚至还跟东南沿海的倭患有关系。你看这个格局，就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复仇剧了。这部剧36集，改编自弗兰的小说《锦衣行》，那小说豆瓣评分8.4分，是高分作品。编剧团队在改编上也挺聪明的，保留了原著的核心权谋线和悬疑感，但在人物关系上做了调整，让叶昭的成长线更清晰。我看过一个媒体探班的报道，说编剧改了8版剧本，光是人物小传就写了10几万字。这种创作态度放在今天这个快餐时代，真是挺难得的。对了，这剧的艺术总监是杨晓培，他做过的古装剧你们肯定看过，《鹤唳华亭》就是他操刀的。那个剧的权谋戏有多烧脑，大家都懂。总顾问是杨文军，也是《鹤唳华亭》的导演。所以你看这个班底，就是专门拍硬核古装的，不是那种拍偶像剧起家，突然想跨界来拍古装的。再说说配角阵容，于承恩演叶昭的兄弟郭英，就是个阳光少年，跟叶昭形成鲜明对比。高曙光老戏骨坐镇，他往那一站，整部剧的质感就上来了。还有海一天、余波、周洁琼，全都是能扛戏的演员。现在的古装剧最怕什么？就怕配角是工具人，台词像背书。但这剧的选角导演明显是用了心的，每个人物都立得住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这么硬核的武侠剧到底什么时候播？央视已经把它放在了2026年的片单里，腾讯视频独播。按照这个宣传节奏，大概率是下半年。我听说这剧在2025星光大赏拿了最受期待剧集的奖，影视榜样年度总评榜也给了它年度7师剧集的称号，这说明业内也很看好它。但说实话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反而不是剧情，而是观众的耐心。现在的观众被短视频养坏了，看剧动不动就开倍速，但这种权谋剧，你开倍速就没意思了。因为每一个眼神，每一句话可能都是伏笔，特别是聂远那种演员，他一个眼神就能传递3、4层意思，你错过1秒，后面可能就看不懂了。还有就是现在武侠剧的市场，说实话有点疲软。前几年有匪且是天下那些，口碑都不太行，把观众对武侠剧的期待拉低了很多。白衣公卿能不能扛起这面大旗？我觉得悬，但也不是没可能，因为他的团队太扎实了，剧本也是改编自高分作品，不是那种原创剧本。原创剧本容易崩，但有原著兜底，起码不会差到哪去。再聊聊这个硬核的概念，我理解的硬核不是说你打得多狠，而是你有没有那个武侠的魂。真正的武侠是讲侠义、讲担当的。叶昭最开始是为了复仇，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仇和国家的难是分不开的。他最后放下了私仇，选择了大义。这种成长弧光，就是武侠剧最核心的东西。如果白衣公卿把这个讲好了，那他就是真硬核。我现在还在纠结一个事，就是龚俊能不能撑起这种双重身份的戏。他以前演的《山河令》确实不错，但那是仙侠，跟这种落地古装不一样。落地古装对演员的要求更高，因为你没有特效帮忙，全靠演技。我看他杀青特辑里的那个眼神，确实有那味儿了，但正片出来什么样，还得看了才知道。万一拉胯了，那就尴尬了。好了，说这么多，其实就一个意思，这剧值得等。最后留个问题给大家讨论，你们觉得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看一部没有谈恋爱，全是权谋和打戏的硬核武侠剧？